今天带大家去逛一下三里屯啊。三里屯最近呢也是开通了地铁，然后呢之前的酒吧街呢也重新说是开张了，我们就去看看它现在是怎么样。三里屯的这个地铁站是叫工人体育场啊，从地口往出走就行了，从地口出来往北走就能到三里屯，一出地铁站就能看到三里屯的 SOHO， 离得不远，还是挺近的。这是三里屯的南区，不知道为什么优衣库搬过来了。以前我记得是在北区的，是三里屯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店面，但是为什么会搬过来呢？而且现在已经是5月中旬了，差不多是旅游旺季的开始了，人也不是太多啊。刚到北区就看到几位大叔在跟一个外国小姐姐在这个拍视频啊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大叔们的这个爱好依然这么坚持，也挺不容易的。然后北区的这个店面好像是给了 Gentle Monster 了，好像是一家网红眼镜店还是什么啊？这还有排队，好多人在排队买，看来这个知名度挺大的，全是年轻人。大家还记得吗？这是中国第一家 Apple Store， 奥运会那年开业的。这边是一个网红面包店啊，排队的人也不少。这是迪奥的店铺占地面积挺大的。虽然它是在装修吧，但是还是在正常营业，一点生意倒是不耽误。这边还开了很多奢侈品店。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吧，这会儿应该是下午4点多，人不是太多啊。其实现在奢侈品店开的不能说哪儿都是吧，开奢侈品店的商业区其实比较多了，就是大家没有必要非得奔着三里屯这么一个地方来。而且很多奢侈品店呢也有在网上开这种专卖店、旗舰店，所以大家也不是说愿意跑这么远过来就为买一个什么奢侈品，所以这儿的人少我是能意料到的。听说这个鱼蛇酒店也要关门了，这个酒店据说还是日本的一个建筑师亲自操刀设计的日式酒店。这个酒店有很多电视剧、电影都在这里边拍摄的，然后也有一些演员啦、网红啦都来这里入住过，还比较有名吧。据说是刚过疫情的时候就撑不住了，愣是坚持到了现在，也挺不容易的。其实这个酒店关闭的原因我大概也能猜到啊，就是首先第一就是周边的这个5星级酒店越来越多了，所以呢它的竞争压力也挺大的。再一个就是这种偏高端的消费啊，现在都是怎么说呢，有点消费降级的意思吧，大家都拼命把自己钱包里的钱捂紧一点嘛，所以也没有多少钱给这种高级的酒店了。今天晚上有中超足球联赛，看到很多人都穿着国安队服，不知道他们看完球以后还会不会去酒吧。咱们先去酒吧街看看吧。酒吧街的确是恢复了啊，但是开的酒吧没几家。我从这儿路过看了一下，就之前比较知名的几家酒吧倒是都开了，比如这家这家之前就是存在的时间就比较久了，然后这家也是一直开了好多年的，听说现在也是转手了。然后再往后的话，就后边还在升级改造，没有弄完，所以这边也就没有酒吧了。我甚至再往后走了走也没有，倒是三里屯做了不少这种文创的东西在这边，比如说这种灯箱啦，这边还有供游人坐在这儿，聊天的休息聊天的地方，但是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人来这儿，甚至包括各种各样的这种标识，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做的这种标识，说实话挺好看。一会儿我再过来溜达一圈，看看人流量怎么样吧。这会儿应该是6点多了，我再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个酒吧街的情况啊。三里屯酒吧街经过去年2月份的升级改造之后吧，就是基本上之前的那些酒吧呢就全关门了，然后呢现在呢都是重新开的，重新开了之后呢也就开了这么几家，其他的就都没有了。大家现在可以看看酒吧的这个经营情况啊，就是喝酒的人，就是来这里的人都不是很多，尤其是那个外国游客。大家要知道，三里屯这边之前非常吸引这个国外的友人的，基本上已经成了国外游客来北京必须打卡的一个地方。
就是三里屯。但是现在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国外的游客，很少了。而且其实你别说国外的游客了，就是本地人也几乎不怎么来这儿了，都很少了。你可以看看这入座率啊。之前这个酒吧街火的时候，有非常多的摇滚乐队啦、歌手啦来这里聚会聊天。可能大家觉得这个时间点还不够，还不到酒吧上课的时间啊，毕竟现在才6点多。但是同样的时间，我去河内的时候，也是酒吧一条街啊，那个氛围跟这儿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你可以看看我在河内拍摄到的这个画面。当时我去河内一条街的时候，我几乎受不了那个气氛，因为人太多了。当时那个完全就是人挤人，我在那儿当时待了不到3分钟我就出来了，然后再也没进去过。当时人挤得我已经快就有点喘不过气的那种感觉。曾经的三里屯酒吧一条街也是这样的啊，也是人挤人这种。然后到了晚上人是会更多的，我估计都很难恢复到以前那种人挤人的那种盛况。三里屯以前的口号是叫"这里什么都是，这里什么都不是"。我个人认为这个 slogan 还是比较包罗万象的，因为它这边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小吃夜市，然后又有这个一晚上都亮着灯的酒吧，然后也有这种购物的地方。但是现在呢，这个口号就改了，叫潮不停留，基本上的定位就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购物商场了。为什么三里屯不再吸引国外游客了呢？我的分析是这么几点啊。首先，三里屯之所以出名，是因为早期北京这边有酒吧的地方比较少，三里屯这边呢，周边都是大使馆，有不少人呢想到呢在这里开酒吧，慢慢呢就形成了三里屯的酒吧街，吸引了周边的大使馆的这个外国人。而且那个时候的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不久，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慕名而来，所以三里屯的外国人呢就逐渐多了起来。然后就有很多海外留学回来的也慢慢来这里喝酒，甚至有越来越多的乐队歌手作家等等各种文艺青年吧，也都来这里交流聚会。你比如早期的那个崔健野孩子温小莉也都来这边的酒吧演出，好像是斯琴格日乐吧，在三里屯的酒吧就驻唱了好久。但是我个人理解吸引外国人也不仅仅因为是酒吧街，因为距离酒吧街100多米的地方就是极具中国特色的这种夜市，各种地摊各种小吃，经常是一开就开到半夜，然后一边是充满了外国人的酒吧，一边是中国特色的各种小吃，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呢就在这么一个小的区域里边交流碰撞，和谐共存。我觉得这种文化的氛围才是吸引外国人的关键。前段时间我去河内待了7天，最大的感受可以用弗里德曼一本书的名字来概括，就是世界是平等。就是一边是越南米粉店，一边是酒吧，然后各个国家的人呢不约而同的就走进了一家米粉店一起吃早餐，然后到了晚上呢再不约而同的走进一家酒吧去放松。但是在中国的文化中心北京90年代，我相信走进三里屯的外国人也是同样的感受。然后在2023年的2月，酒吧街呢就开始腾退了，然后进行升级改造。改造1年后呢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了。其实我也能理解为什么外国游客越来越少了。一来呢，三里屯过去的那种氛围没了；再者呢，北京已经是一个国际都市了，酒吧到处都是，也没有必要非得来这儿了。从三里屯的 slogan 的变化就能看出来以后的三里屯就是一个时尚潮流的高端购物中心，也仅此而已了吧。另外呢，我也好奇，如果你来北京玩，还会来三里屯吗？会来这里消费吗？好，这期节目就先到这儿吧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帮我点赞和分享，咱们下次再见。